各位好，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 iCloud 云备份。和上期一样啊，这个 iCloud 云备份我在什么是 iCloud 那集也提过了，但是由于这个呢跟大家的日常使用的关系还是有点大的，所以我们花少一些的时间再跟大家正式的来聊一下 iCloud 云备份这个话题。iCloud 云备份其实它的功能非常的简单，在设置里面呢就是一个开关，你只要把它打开，那它就开始备份你的整个设备了。iCloud 云备份它覆盖了你 Apple ID 注册设备当中的所有移动设备，不包括电脑。目前移动设备包括 iPhone 以及 Apple Watch 还有 iPad 这3款产品吧。但是 iPhone 跟 iPad 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对于 Apple Watch 来讲呢，其实它是通过 iPhone 来进行备份的，因为 Apple Watch 的备份其实随时会通过 iPhone 进行备份，所以你备份了完整的 iPhone 数据，也就相当于你备份了 Apple Watch。但是对于电脑来讲，我们的 Mac 电脑来讲啊，它还是没有办法通过 iCloud 进行云备份的，因为在还没有云备份这个功能的年代，我们的 Mac 电脑已经老早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它不可能容忍那么久没有办法给电脑进行备份啊。所以对于电脑来讲呢，早已经拥有了一个成熟的本地备份方案，叫做Time Machine 啊，你可以用时间机器这个功能对电脑进行备份。这个呢，我们稍后聊电脑的时候，如果涉及得到，我们再详细的聊。那对于 iPhone 和 iPad， 其实你方法是一样的啊，只要你进入到设置，点你的名字，找到 iCloud 下面的 iCloud 云备份，把它开关打开之后呢，你的设备当中，不管是 iPhone 还是 iPad 设备当中所有的内容都会进行一个云端的备份我再次强调是所有的内容，无一例外可能会有人再会问，那照片在吗？在微信聊天记录在吗？在。通讯录在吗？在。就不用再问了，不管你问什么我们的回答都是在全都是在的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个备份比你备份到电脑其实还要更安全和完整一些。因为如果你是用传统的方式，不好意思这个嗓子有点就是如果你用传统的方式一个手机接到电脑上进行备份的话，其实默认情况下它是不备份手机里面的健康数据的。那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安全的原因，上一集我们提到iCloud 的高级数据保护，为什么密码这个还有健康数据与地图数据它是原生自带的，即便你不开 iCloud 的高级数据保护，它也是默认采用端对端加密，也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你用手机连接电脑进行备份的话，它默认是不加密的，而不加密的备份，像这种加密数据它是不进来的，就是不会备份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用电脑默认备份的话，在你恢复的时候你会损失掉你的健康信息，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劣势吧。但是也有解因为如果你要拿电脑备份的话想备份全部的内容，记得在备份之前去找一个叫加密备份的复选框，你把它勾上，勾完之后立刻系统会让你输入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千万别忘了。你输入了密码之后再点备份，这个备份就是加密的，而这种加密的备份就可以帮助你备份完整的包括健康数据在内的所有的 iPhone 的内容了。这是在电脑上我再强调，我现在讲的不是云端备份是在电脑上备份的情况下，你可以通过给备份进行手动加密的方式来去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备份。但是我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大部分情况都是顾客自己点了加密备份之后把密码忘了。那如果你点了加密备份，当时让你写的那个密码你在恢复备份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了，那你可以直接视为这个备份就没用了，没有任何办法
再能够想起来了，除非你瞎蒙对，那是你的本事啊。所以这个是电脑备份的一点点小偏门的知识点。所以云端备份你看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因为云端备份它天然是受 Apple ID 的密码进行保护的，以及 Apple ID 的2次验证保护的。那所以说呢，它是可以备份你手机上所有的内容的啊，这个是最安全的。而且云端备份的好处是，只要你的手机满足3个条件啊，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进行备份。哪3个条件呢？连 WiFi、插上充电以及熄灭屏幕，这3个。所以这3个要求同时满足的情况，往往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你睡觉了，屏幕肯定，因为为什么要保证屏幕熄灭呢？原因就是因为它不会在你正在使用的时候进行备份，这不是跟你抢资源嘛，抢系统资源嘛。所以我们说 iPhone 是一个非常智能的设备，就是这也是一种体现啊。那充电是怕因为备份消耗了电量，让你真正用的时候电少了，是吧？那连 WiFi 是为了不要让后台的这种备份去跑你的流量啊，这个不是多花了钱嘛？所以把这些所谓的高危因素全都排除了之后，它就可以安心的进行自动备份了啊。充电器插着不怕耗电，对吧？ WiFi 连着那不会跑流量，然后呢手机屏幕又是一直关着的，那说明这个主人正在干别的事儿，没有在用我。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偷偷的为我的主人服务一些这种悄悄的他不知道的事情了。这个备份呢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理论上来讲，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在充电器上。所以我之前的节目有推荐大家去买这个无线充电啊，特别你是 iPhone 12以上的机型，带有 MagSafe 的，就是磁吸充电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你睡觉之前就把它往上一吸，那一般路由器是一直开着的，那联网是肯定的啊，充电也肯定了，你睡觉嘛，屏幕肯定是关掉的。那正常情况下呢，每天凌晨左右，你的手机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备份。也就是说，你白天的时候手机坏了、丢了，任何的意外啊，这个数据都能够恢复到当天凌晨。可能你丢的就是一上午的数据啊，这个一般来讲，大部分人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你要开通这样的一个功能才可以啊。如果你不开通 iCloud 云备份的话，那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功能。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有一个亲戚啊，也是不太懂的啊，自己有一个 iPad。上面存了好多那个照片然后呢他就是完全用默认的设置嘛，然后有一天呢家里发大水了，这个 iPad 呢又正好放在地上， iPad 整个淹了，就是完全开不了机，彻底坏了。然后他其实 iPad 坏了也就算了嘛，他比较心疼的是之前保留在 iPad 上那些照片，然后呢他就联系我跟他远程啊，通过 FaceTime 的方式找我妈了嘛，然后远程我说我帮你尝试一下吧，我说你之前有没有这个 iCloud 备份啊？他说没有。然后我由于工作的这个经验我就补了一句，我说你好好回答我这个问题，到底是没备份呢，还是你不知道有没有备份？他仔细想一想，他也许我不知道，他自己也有点打鼓了，是吧？好，我说你按照我的方法咱们试一下吧，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买了一个新的 iPad 了。然后我就登录他的 Apple ID 去看了一下他的 iCloud 备份，发现其实是有的。因为 iCloud 备份它是默认打开的，其实是有这个功能的。然后通过恢复备份的方式找回了他所有的照片，高兴坏了啊！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些照片还能够回来。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iCloud 备份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地方，用户都不知道他竟然都能够在后台为用户想这么多，做到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其实 iCloud 备份我也是建议各位，但凡你有自己真爱的数据保存在你的 iPhone 或者 iPad 当中，你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打开这个功能。那么聊到这儿，我们必须把话再拉回来这么好的功能，为什么还有一些人不开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免费的 iCloud 存储空间只有5个 GB 就算升到，据说现在升到免费的20个 GB 了，反正我是没有尝到这个福利我不知道有谁能够尝到。那我觉得也是对于大部分的 iPhone 或 iPad 的用户是不够的。而且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你如果既有 iPhone 又有 iPad， 那么你的 iPhone 和你的 iPad 应该是登录的同一个你的 Apple ID，
所以这2台设备上的备份都要占用你的 iCloud 空间。那你说5个 G 或者是20个 G 的免费的空间，大概率上是不够用的啊。所以说，如果想用到这个功能，大部分人是要至少开通一个每个月6块钱的50个 G 的空间才会够用。那可能呢，一些年轻人啊玩的比较好的，你好一好也得开个200个 G 了。起码现在我的家人，我和我老婆啊，双方的这个父母都是心甘情愿自己花钱，每月扣个几块钱、10几块钱啊，去这个购买 iCloud 的空间，进行照片的保存和安全的数据这个数据的备份。那这样来讲呢，我也放心一点啊。你们手机坏了也不会那么的就是抓狂了，对吧？那从这里延伸下来啊，就是有很多还是我的工作经验分享吧。有很多用户来说，我买的是512个 G 的啊，最大的容量的 iPhone， 为什么天天给我提示存储容量不足啊，存储空间不足啊？我遇到过蛮多这样的用户，这个就是没有看清楚屏幕提示了，我只能这么说，或者说看清楚了，但是看不懂啊，每个字都认得，但是连串读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其实它提示的是什么呢？因为 iCloud 的云备份它是默认打开的，就像我的亲戚的那个例子一样啊，它是默认打开的，只要你没主动关过，它默认是打开的。那默认打开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用户他的这个免费的 iCloud 空间又不够你备份，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当然系统提示你 iCloud 的存储空间不够了，没有办法进行备份了。那对于小白用户，对吧？没有看过我节目的用户，不知道 iCloud 是个啥玩意儿的用户，一看这个提示，他认识的只有空间不足4个字啊，所以当然过来抱怨说，我买了这么贵的 iPhone， 为什么还是空间不足？其实他的512个 G 的 iPhone 可能只用了20个 G，99% 都在那空的，那只不过呢5个 G 的 iCloud 存储空间备份不足了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打引号的笑话啊，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恰恰能够证明我的推荐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我的推荐是什么？别买容量那么大的 iPhone 啊，适可而止，把那些购买大容量 iPhone 多出来的钱用来去按月的购买 iCloud 空间。这个是我一直推荐的啊，我认为这个是一个iPhone 用户，特别是 Apple 的全家桶用户一定要使用一下、体验一下的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福利了啊。好，那如果大家对 iCloud 备份以及你对于手机备份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吗？或者说你还有什么疑问我没有聊到的啊，也非常欢迎你可以在我的视频评论下面去进行留言啊。现在基本上我每一个留言都会看啊，不能保证每一个都会回啊，那最起码我还是目前来讲啊有这个精力能够看大家的留言的。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啊，那些留言反而是让内容更加的丰富了。所以其实您如果平时只是看视频看到下面有留言的话，有评论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打开评论去看一看毕竟这种牵扯到科技的内容，有一些评论总比自己单打独斗来的要精彩一些吧。好，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